实上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 Grosgrass 上面的雪类啊。那么里面有很多的餐厅，还有用水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好好休息一下。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高塔，是港多拉的高塔啊。如果你坐港多拉也是到这边了啊。那我们因为是爬这个山爬了20几年了，所以我们还是喜欢爬上来，在这里挑战。让大家很快了解一下这个雪类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它有个 coffee shop。然后呢，它这边有一个 guest service， 就是你可以买港多拉的 Golden Beer 的这种地方。它还有很多的精品店哦 ，Outfitter 上面。当然，它还是有 washroom 啊。然后这边还有很多的 gift shop 啊，很多手下就很多 gift shop。是，它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电影院哈，它这个电影院就在，我记得以前呢，它就在放映这个那两只。一个 Grinder 跟 Kula 它的出生啊的历史啊，它有这样的纪录片。那我们看看今天在放映什么东西。对，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坐在这边看一看哈，这个 Grosgrass 它的历史哈。今天戏院拍的放映的是一部感人的关怀的影片啊，有关这个 Grosgrass 的故事，可能是一个 family 他们一直在爬的 Grosgrass。哎 ，hello， 嘿，哦，大家看到我们爬到这个 Grosgrass 上面了啊，今天算是很成功的达成目标。哦，这是我今年第3次尝试要爬，前面2次都因为很多的原因体力不够啦，或者时间没安排好啦，所以就没有爬。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哈，那可以对今年的体力的检验还有挑战做一个交代了。但是在 Grosgrass 为什么这么迷人呢？因为它是温哥华市中心哈最近的一个高山，而且它是有1200公尺高了。所以你爬上来就可以看到整个温哥华市区的景色，而且你看到 Georgia Street 的整个海的这个美景，所以它才这么的迷人。你也可以坐这个港刀了上来，很多游客都是这样子做了啊。因为它也是一个观光景点，它上面市场有很多的秀可以看哈。游客来讲是值得的，因为你上来不只是可以看到这个美景啊，而且很轻松的就可以上来，而且到了山顶之后，你看到它很著名的 Lumberjack Show， 还有这个喂食老鹰的秀，再加上你可以看到2只很可爱的大灰熊啊。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待半天，非常悠闲啊。然后你也可以冬天的时候来这边滑雪啊，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奥林匹克滑雪圣地啊。再加上它这边还有很多这种野外就是户外的刺激的这个运动啊，比如说拖衣伞啊、滑翔翼啦，还有这个叫什么溜索，就是从一个地方这样溜，很快的溜到另外地方，就有溜索啊。那事实上，如果真的想玩哈，真的是很多东西可以玩的啊。那因为我们在这边20几年了啦，那个秀我也看了不下10几次了哈。主要是一个健身的一个地方 ，local 的很多 people 很愿意爬上来，费了9牛2虎之力爬上来啊。那一方面就是锻炼体力啦，一方面也是对每年一个身体的状况的检验啊。还不错哦，如果你也有兴趣，也可以来一起挑战啊。那我们现在我要吃东西了，因为肚子太饿了，实在是。好，那待会儿再介绍其他东西给大家看哦。好 ，see you。记得帮我按赞、分享、留言，而且要订阅、开启小铃铛哦。我今天带了什么东西来吃呢？就是一个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蒸的包子哈。那我吃了一个，那现在带一个来这边当午餐，试试看。里面的肉非常的扎实。那是我们这附近的华人超市买的包子啊。那它算不上是美味，但是还不错啦。
在国外能够吃到这样的包子哈，也算是很幸福喽。哈哈，这不知道是 Grinder 还是 Kula。哇，终于好多年没看到它了，还是一样的可爱哦。但是还是非常的大。Are you ready to go? I don't think he's going to get up soon. I know, one is over there. You don't see her. I think he's behind the این نازل کنه نصف صورت دبده 好了，今天终于完成了跟这个 Kula 跟这个 Grinder 再见面的这种一次机会哈。那么我们也该下山了，因为现在也快6点了哈。虽然这边天色还是很早，但是我们早点下山呢，才不会到时候太晚了哈，找不到路啊。OK， 那我们下山见喽。现在就要决定说我到底要坐港头港下去呢，还是要走下去哈？因为走下去是不能从原路走下去的，必须走 BCMC 那条路走下去。那条是比较好走啦，但是港刀是比较快。我想想吧，我觉得我们今天既然来 hiking 了哈，那我还是这个忠于我们原来的初衷了，我还是走下去吧。啊，那么希望等一下走下去的路上，有什么精彩的我再拍给大家看哦。OK， 那我们就要跟这个 Grouse Mountain 说再见了，拜拜，我们下次见喽。这是 BCMC route 我们就从这边走下去哦。因为这里大部分都是森林啊，所以我想等一下有好东西拍的时候，我再拍给大家看。事实上这条 trail 比较少人走，我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碰到半个人。那么，不过它这是走下去的另外一条路，因为 Grouse Square 本身它并不希望那个爬山者往原路爬下去，因为你爬就会妨碍爬上来的一些登山客那这条路是比较好走一点，但是也不是那么想象中那么好走，因为很多的这个树干还有石头，你就是要非常小心了。虽然走下去我们可能比较不累，然后不会需要休息，但是呢要注意这些石头跟树干因为很容易拐到脚。那么我想我就专心走了因为这真的不小心不行了。万一扭到脚的话，我可能走不下去了。好，那我们待会儿再聊。有朋友在问我说，在下山的时候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个就是膝盖受伤或者是铁腿那事实上没有一定的好方法，但是基本上呢，你只要不要一直都是走直线，像校道一样走直线的话，对膝盖的压力就会比较少。那么要不然你就是要怎么样？要像螃蟹走路一样侧着走。比如说我示范给大家看。那现在我要下这个楼梯，对不对？我就侧着走。你看我的脚，我是侧着下去的那你走几步之后呢？你再反过来侧着走。你看我也是侧着，脚是侧的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对膝盖造成太大的压力，那不会伤害到你的膝盖不过原则上如果下山的话，不是逼不得已的话，尽量能够不要走下山就这样。我再示范一次侧着走走这，侧着走然后走2步之后呢，或者3步之后呢，就反过来再往这边侧着走，侧着走那膝盖就不会受力太大。我碰到一些登山客也是这样，而且他是跑下去，其实是可以跑的，但是我不要冒这个险，年纪大了，摔跤的话牙齿都断掉了。当然有另外的方法，就是用这个 hiking stick 你只要有个 hiking stick 在下坡的时候就可以防止你的膝盖承受过分的压力。那当然就是
先用你的 hiking stick 往前探路，然后有了支撑点之后呢，你再往前行啊，而且这可以防止你下山时候跌倒。那我今天还是忍着要把 hiking stick 拿出来，因为下山的路也是很艰难的啊。那就祝我们一路平安的到山下喽，拜拜。花了差不多2个小时才走下山哈，你看这个门都关了。哇，不过还是很不错的一个 hiking 了哈。那么我们现在准备要开车去搭公车回家喽。今天爬下来花了2个小时，所以有点晚了哈。现在天已经黑了。那么我们回到 Kiribati 之后，就要搭乘 Sea Bus 再回到 Vancouver 的 Waterfront， 然后再从 Waterfront 来单开车回家喽。好了。那我们今天也大概到此为止喽。谢谢感谢各位的支持。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留言，还有这个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好，我们今天挑战 Grouse Grind 成功。